9000萬美金砸下去了，結果全球票房慘到連塞牙縫都不夠。這部集結了雷神克里斯、漢斯沃與綠巨人馬克·魯法洛的罪犯101，到底是拍爛了，還是演算法欠他一個公道？既然你都點進來了，說明你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可憐影迷。在我們拆解這部2026年最讓人遺憾的神作之前，先動動手指訂閱老頭 Z 在影視觀測站。相信我，看完這支影片，你會慶幸自己沒在戲院花那幾百塊，但也會立刻打開 Prime Video 補票。第一章算法不會推給你，但你現在看到了。這部片由美國動物導演 Bart Layton 執導。你看 IMDB 78，爛番茄88，比這數據在犯罪片裡簡直是神仙打架。他目前已經悄悄上架 Prime Video， 這可能就是他最好的歸宿。Bart Layton 這家伙最擅長的就是把現實拍得比電影還冷酷。他在這部片裡打造了一種陽光下的黑色電影風格，沒有陰暗的小巷，只有洛杉磯曬到發白的太平洋海岸公路，但那種緊迫感卻能讓你後背發涼啊。克里斯·漢斯沃演的是一個超級精明的珠寶大盜，馬克·魯法洛則是那個不信邪的偵探。這組合聽起來很像復仇者聯盟番外篇，別誤會，這兩人在片子裡的張力比這2年任何一部漫威電影都要真實扎實。所以為什麼這麼頂級的配置最後票房會打水漂？是市場變了，還是這部片真的太硬了，硬到大眾吞不下去？我們接着往下看。第2章，這部片在講什麼？用最直白的方式說，別被預告片那些飆車跟爆炸給騙了，這不是玩命關頭，這是一場高品質的心理戰。故事發生在加州的太平洋海岸公路，一個代號101的猶太人，也就是克里斯·漢斯沃，他是一個極致的完美主義者。他搶珠宝不是為了揮霍，是為了證明他在這行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他有一套自己的規則，不杀生，不留指紋，甚至連路邊的監視器他都能預測。警界大佬們都覺得這是哥倫比亞毒梟幹的，在那邊瞎忙。只有馬克·魯法洛演的那個靈魂破碎的侦探擼，他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。他覺得這是個藝人作業，是一個對細節有強迫症的高手，在向全世界挑釁。想象一下，你就是擼，你明明知道兇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你甚至能感覺到他在那台曬得發燙的車裡對你微笑，但你就是抓不到他的小辮子。那種陽光刺眼、海風鹹濕，卻又讓人窒息的無力感，導演拍得太絕了。但就在你覺得這又是一出老掉牙的貓捉老鼠時，電影丟出了一個冷冰冰的事實：這場遊戲裡其實沒有贏家。雷神演的那個大盜，他不是那種滿身肌肉的莽夫，他流露出一種老派的憂鬱，他知道自己時代快過了，他在跟時間競賽。這種人物底色讓這部片從二流警匪片直接拉到了藝術層次。第3章，3個你應該在周末補票的理由。老頭 Z 知道現在大家時間都很貴，所以我幫你省去了糾結的時間。理由1：演員的層次。克里斯·漢斯沃終於不搞雷神那一套了，他把一個內斂到極致，甚至有點神經質的大盜演活了。而馬克·魯法洛那種快被生活與工作擊垮的頹廢感，跟大盜的精致形成了強烈的衝突。這是我今年看過最完美的對抗組合。雖然我很喜歡這部片，但老實說，這部片真的太乾了。139分鐘的片長，中間有大概20分鐘左右，我真的想拿出手機刷一下 TikTok。導演太迷戀那種海濱駕駛的長鏡頭了，對節奏快節奏的低頭族來說，這簡直是種折磨。理由2：它是少有的成人童話，這裡沒有那些誇張的駭客技術或一鍵爆破。所有的計劃，所有的追擊，都建立在極致的現實邏輯上。那種我算到了你算到的智商博弈，才是這類片子的靈魂了。理由3：它有一種末日前的輝煌。洛杉磯通常在電影裡都很亂，但在這部片裡，它美到讓人想哭，卻又透露出一種黃昏將至的孤獨。這是一部拍給那些還懷念90年代硬派犯罪片的人看的電影。所以它是神作嗎？它是一部有瑕疵但靈魂完整的作品。如果你受夠了那些塑膠感的商業大片，這部片就是你的解藥。第4章，老頭 Z 的一句話總結，你不一定要同意。9000萬美金打水漂，我不覺得這是一場值得的豪賭。這部片在票房上慘敗，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片場根本不知道怎麼行銷它。他們想把它包裝成下一部《烈火悍將》，結果端出來的是一顆精致的高級生魚片，沒人買賬是正常的。但這不代表生魚片不好吃。老頭 Z 給這部片的評價是目前2026年最值得補課的犯罪片。雖然中間段落有點挑戰耐性，但結局那個既絕望又充滿詩意的轉折，足以讓你盯着黑掉的熒幕發呆5分鐘。它不是那種看完就忘的爆米花，它是那種會在深夜突然跳進你腦海裡的幽靈。誰應該看？如果你喜歡終極警探那種無腦突突突，那這部片不適合你。但如果你家裡的收藏夾裡還有熱力追擊或極度冒險，那
罪犯101就是你的新歡。老規矩，影片看完，我們來聊聊，你覺得在珠寶大盜與警察之間，最後在那片懸崖邊的眼神交換，到底是英雄惜英雄，還是徹底的嘲諷？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。別忘了，如果你喜歡這種專注冷門神作或深度評析的影片，請訂閱老頭 Z 的影視觀測站。你的每一次按讚跟分享，都是老頭 Z 繼續挖掘那些被埋沒神作的動力。我是老頭 Z，我們下集見。